亲爱的徐亲亲，你对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究竟是什么态度？军区首长给你下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以后，你对执行这个命令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啊，有些想不太通。理由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你直接回答我的提问。你对执行军委的命令究竟是什么态度？当时是经济思想不同的问题，还是局部执行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整个时间比较短，就这么20-30分钟的过程，这个来不及做深入的细致的思考。但是当时一边说着这些话，或者一边听着首长传达这些指示，当时我有个想法，因为我自己思想不大怎么通，所以当时我个人这个想法呢，这个作为38集团军，作为整个部队，应该执行。这个从总院这个并未痊愈去接受任务，和在这个接受任务过程当中，我询问那些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说明。但是我个人呢，这个思想上有严重的不同。你自己思想严重不同，你执行的命令严重不同。你思想不同，严重不同，那么对这个命令是执行还是不执行？作为部队来讲，坚决执行。作为部队来坚决执行。作为你呢？作为个人来讲，我不大想参加。啊？我个人呢，不想参加。不想参加？你仅仅是个不想参加的问题吗？是。你是38集团军的军长，我军的高级指挥员，你指挥了千军万马，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参加与不参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吗？当时我个人想，就是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你是个高指挥员呐，你是个集团的军的军长啊！啊，我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这是个不是个参加不参加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啊！军区首长给你下的一个命令，军委的命令，这是你参加与不参加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还是要求你直接回答。当时想是这样想的，就是作为部队来讲，要坚决的执行；作为个人来讲，就不想参加。当然，分析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吧？
你作为指挥员你不参加，这意味着什么？啊，这是有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呢？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我个人不执行命令的问题。不执行命令问题。意味着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下命令，当时军区首长给下的军委的命令，命令38集团军进行执行任务。这还有一个意识不到的问题吗？就是这么回事情。当时你怎么想的？当时想法怎么做的啊？你如实的向百姓陈述。思想严重不同，不执行，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是。军区首长给你下达了军委的命令以后，你对军委的命令表示不执行，对你这种态度，当时军区首长是否对你进行了批评？是怎么批评的？这个记不太清楚了。一般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因为一开始我不愿意传达，说你不传达不好吧？或者不传达这个命令不经过你军长不好吧？我说这啊，你这样做不对吧？首长们是有批评这个意思，这个原话都记不太清楚了。说到主要是批评你了。批评以后呢，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以后我就去传达命令了。那么，你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方法，给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传达的军委命令？这个时间，反正整个的首领任务和中间，我发表一些不同意见。这个首长们批评一些话，以后说你传达吧，这我就传达了。传达以后就不知道谁把我领到会议室斜对过吧，有一个小屋，有个电话，要通电话给王福义政委传达的。谁跟你一起去的呀？记不太清楚了。有人跟你去了吗？好像有人把我领过去的吧？有人把你领过去的。这那是什么地方吗？好像是作战室的一个什么屋。作战室一个屋。但不是作战室。啊？不是作战室，是作战室配套的一个小屋。你给王福义政委是不是把军区的给你下达的命令全部传达了？凡是记得的都传达了。凡是记得都传达了。你传达的时候，也就打电话的时候，
在场还有别人吗？好像没有别人，有人呢，就是进进出出的，因为那阵儿好像挺忙碌，不记得有谁在场？没具体的记不清楚什么人，就进进出出，反正有人。你给王府一正尉传达完命令以后，你还向他讲过什么？传达完了以后，大概意思我讲的，我这命令就这么多内容了。这样我说你们要研究执行吧。我说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都跟军区首长都讲了。我说这件事情，我说我也不想参加了。还讲什么了？大概意思就这么多。是这么讲的吗？是的。就讲了你有想法，不想参加了。还讲过别的话没有？别的不记得了，他也没有讲。对于执行军委命令的问题，你还有什么表示？我就想向王府仪还有什么表示？我不想参加了。你向王府仪正尉打完电话，传达完命令以后，你到哪里去了？到85楼吃晚饭。到军区85楼招待所。对。是谁跟你一起去的？好像是一位处长吧，可能是姓马，大概是。有一位姓马的处长。就军区机关的吗？机关的，作战部的吧。作战部的马处长。是马景然处长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跟你一起过去的。你过去以后，安排你住在85楼招待所什么地方？记不清楚了，2楼的一个房间吧。2楼一个房间，哪一头？东边、西边？西边。西边，2楼一个房间。是。你到招待所以后，也就到军区85楼招待所以后，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又给军区刘振华政委打电话的？大概就是19点左右吧。19点左右。吃完饭了，我在上面待了会儿，想一想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因为我搁总院来的，因为这个任务反正也都传达完了，事情也都清楚了。我个人思想上来讲呢，也是不大想参加。完了以后呢，军区让我在85楼，这个意思呢，当时我理解就是说。你就不要回去了，啊，因为这个部队很快就来了嘛。但这时候我思想上还有些扣子都没有解开呢。想一想，我就给刘政委打个电话，我政委，我说命令都传达完了，我说我是从总院来的，我说我还回总院住院去，我以后这个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当时刘政委说的一个是原来可能不知道我原来住院，也批评我几句，这原话都记不太清楚了。我说首长的意思我都理解，但是我现在思想上想不通。这样我就回总院了。命令我已经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找我了。
这话你给刘政委讲了吗？讲了，反正这个话是不是这么太准呢？这个记不太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刘政委批评你了吗？再批评。批评了。你给刘政委打完电话以后，到哪里去了？回总院。几点钟离开军区85路招待所的？大概也就是反正就7点钟左右吧。7点钟左右。哎，7点钟左右。肯定7点以后的恐怕是。离开招待所以后到哪儿去了？回总院了。关于执行军委命令的问题，你后来还向军区首长有过什么表示没有？跟军区首长以后，我就没有再直接的接触过。没有再接触过？没有接触过。也就是说，没其他表示了，再没有什么表示了。直接的没有。要有的会有，就是这个王福义，这个跟军区首长报告。我就问你，直接向军区首长关于执行军委命令问题还有什么表示过？我直接的没有。直接没有。直接没有。下面宣读38集团军警调连班长徐秦县的警卫员贾玉聪的证言和对徐秦县公文包内文件清理登记第一页。5月24日那天，有几个人进入徐军长病房说：“徐军长出院了，你把他的东西收拾一下。”我就收拾东西，在拿公文包时，我想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也不知干什么的，其他东西可以给，公文包是徐军长随身带的东西，里边的东西一定很重要，不能给他们。于是我就谎称这包是我的，我自己带回去，他们也就没说什么，给我留了下来。我把包带回去之后，因为当时乱哄哄的，又不知把包交给谁最合适，就把包锁在一个大木箱里，决定哪天徐军长本人跟我要时再拿出来。在5月24日至10月10日之间，没有任何人见过此包，也没有看过里边的东西。最近保卫处朱干事、政治部李主任先后找我谈起包的事儿，我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就没有交出来。因为我是徐军长的警卫员，要对他本人负责，只能把包交给他本人是最合适的。今天专案组的同志找我，说徐军长要公文包，我不放心，后来经过仔细考虑，还是把公文包交给他们了，因为他们是徐军长专案组的，又是上级组织派下来的，我应该相信他们。以上是我对公文包的做法。1989年10月10日，徐秦县公文包内文件清理登记第一项，以89年5月18日下午在军区接受命令记录，共4页。被告人徐秦县刚才宣读的警卫员贾玉聪的证言和文件清理第一页，你听清了吗？听清了。警卫员贾玉聪证明，
你的公文包是5月24日你离开军区总医院时，他从你的房间拿走的，后来一直由他保管。10月10日由他交给了专案组。经清理你的公文包内的文件，内有你1989年5月18日在军区接受命令时的记录4页。你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还很多啊。这第一项是你的记录。被告人徐金贤，你对警卫员贾玉聪的证言和文件清理登记有什么意见？没有。当时为什么把我公文包没有？因为我走的时候我就说我少个公文包。当时军区去的那几个工作人员，有的我也不认识。我就说我说还有一个包还没拿走。他说那个包说是公务员的，我说不是他的，是我的。当时我也闹不清楚军区机关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提到这个事儿，以后这个包就始终没在我手，我走的时候也要这个包了，所以具体情况怎么拿还留下来的我就不清楚了。你对贾玉聪的证言有什么意见吗？没什么意见，没什么意见，因为我不了解。对这个清理登记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没有。辩护人有什么意见？没有。下面宣读被告人徐勤谦在军区接受命令时的亲笔记录复印件。89年5月18日16时，刘政委、李副司令员、周参谋长、徐部长、彭部长召集会议。3座门参加会议，杨副主席、副秘书长刘凯等同志。杨主要说，学生静坐绝食6天，我做了忍让，我进他退。426社论27日游行口号改了，我表示与党一致，提出26日社论正确，取消社论，承认民主运动预谋的动乱，他不接受。26日社论不能动摇，哥来许多事不能按计划执行，红地毯没铺，很仓促，领导人走水泥地是第一次。哥15来14日绝食，统战部与两头协商让出地方，但以后又找不到了。按红十字会章程决4天以上要治疗，但以后又找不到头了。但22日追悼会后，目的是打倒党和政府，改组政府、人大常委会和军委，干扰了会谈。看节目，苏客人理解。有记者问天安门学生的看法，哥认为哪国都有，红场现在没有，以后可能有。昨天广场、长安街上百万，想办法平息。2个方案，一个方案再退，答复学生的要求。先要追查26日社论，要追谁写的，
承认自治组织。做工作的同志很被动，现向北京以外扩散，太原闹，西安有，各地也来支援，一直闹下去，像文革。那时毛、周说话也听，现在谁也不听。第二方案，保持第二阵地，发现社论，26日声明是正确的，执行26日社论精神。坏人在指挥，美国议员，现场有外国人，内部原因我们工作的问题，没把反污染、自由化搞彻底。现在出了不少耀邦的小册子，以此打中央。26日社论没跟上，以后又僵化了，你进他退。收拾局面，实行戒严，总理有权戒严，包括首都总理有权否？法学家正在论证。根据国务院令，调一批部队保卫主要目标，首脑机关不是单纯维持秩序，3至5师，要调5万人，38 1.5万，65 1万，63 1万，27 1万，卫6000，要带武器，干部带手枪，部队充鸡蛋，要搞点训练，力求不开枪不死人。背后是谁不清楚。首都安全要靠北京军区了。李一，装甲车300台，不少于200台。子弹步冲手50，其余一个基数，以连为单位携带。新兵不参加，一出问题的不参加，组织好留守。2，组织好开进与集结。5克松一东，军博、通、炮、装、警一师、长辛店24团，分2批。第一批20，明晚0.00进入三角，通信部驻军部。3，着装，带钢、新式服、背包、皮鞋、炊事车。4，组织好生活，但不能提前耗房子，房子住不上，住帐篷，找后勤解决。5，组织好管理，不违背政策，无事故。7，保密，不该给战士讲的不要讲，时间多长不要讲。院内指挥，新药师派出小组。周1，轻武器执勤的每人1支。2，帐篷报数字。3，通信搞通。徐，熟食2餐。第1，熟食2餐。2，炊事车。3，蔬菜前送。4，自身的卫生保障。记录念完了。下面法庭初审记录稿，让被告人徐钦贤辨认。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记录？
是。辩护人，开庭。加了一个后面。